您好，这里是122报警服务台。我撞人了，我撞人了！哦，您别着急，慢慢说。在什么位置？在阳光街北路。我现在去海光医院，送人去医院。请问您贵姓？我姓崔。好，我们马上出现场。电话是你打的吗？是的，警官。医生，孩子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已经尽力了。医生，我求求你，再想想办法，救救他吧。他还是个孩子，医生。他已经死了。都是我不好，我不该喝酒，我不该喝酒啊！医生，那个孩子身上有没有什么东西能证明他的身份呢？没有，什么都没有。当时我止步救人了，也没注意。米莲，马上通知队，把孩子的体貌特征说得详细点，发给各个公安局，看有没有走失儿童。是，我马上就去。你把人还原去，然后给我回现场。是。看看，是这儿吗？警察同志，当时我喝多了，记得不是太清楚。那你还记得什么？我下车以后，才发现我把人撞了。后来我就吐了，再后来，哦对了，再后来啊，我就把孩子抱上了车。警察同志，这时间一点都没耽搁呀。可是孩子最后还是，哎呦，都是我不好，我不该喝酒，我不该喝酒啊！赵科，现场勘查已经完毕了。赵科，一会儿你看看那刹车痕，应该对。啊，警察同志，我想起来了，我就在这里把孩子撞了。你现在又想起来了？来说一下事故经过吧。我记得当天晚上我有个应酬，是工作上的事情。当时来了很多朋友，我又不能不喝，所以呢，当时我就喝了几杯。哎，都是我不好，得不偿失。我让你说事故经过，你哪那么多废话？吃完饭以后，我就离开了饭店。当时我没有走大道，我是怕碰上警察查酒后，所以我就改个道，走到这里。当时我开着车子晕乎乎的，就突然发现对面有个人影，我就赶紧刹车，就不知道怎么回事，脚一软，也不知道这车刹没刹住，就听见嘣的一声，后来就发生这件事情。行了，有什么其他发现吗？刚才在树下发现了一些血迹，还有小孩的脚印。
赵哥，男人呢？之前保险杠跟地面的距离跟死者身上伤的高度不大一样啊。再找找。死者叫陈多多，今年9岁，在第3小学上学。他的父母叫李丽云和陈春江，都是在本市打工的。事故当天的晚上6点钟，孩子的母亲去接他放学，就得知他考试不及格。然后在回来路上就给他爸打电话告状，他爸一听生气啊，就是回来要揍孩子。他妈说不能打孩子，2个人就在电话里吵起来了。陈多多一听晚上回来要打他，他害怕呀，就跑了。结果到了夜里10点钟，陈多多还没回来，他妈妈这个时候才开始慌，才到处去找。在那孩子的身上还有发现什么吗？他父母说孩子应该还有一个书包和一个水壶。可是，在现场并没有发现书包和水壶。那也就是说，崔大林报案的地方并不是案发的第1现场。经过法医检验啊，陈多多多处损伤，从形态和分布上来看，他是不止1次经受过撞击和碾压。陈多多颅内出血、肋骨粉碎性骨折、肝、脾、肾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双腿粉碎性骨折，死亡的原因呢是颅内出血导致失血性休克，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死亡。这受害人还是个孩子，这是一起性质非常严重的交通肇事逃逸案。明明知道是个孩子，就应该提早报案吗？这个案件，我要求大家，无论用你什么办法，在最短的时间内把第1现场找出来。当时就在这儿打的电话，说打完电话孩子就没了。这一个9岁的孩子，他能跑哪儿去呢？他陈多多他们家就是这个方向，大概有10分钟的路吧。李丽云挂了电话之后，就直接追回家去了。可是没发现陈多多，所以陈多多肯定不会走这条路。这样吧，咱们呢还是兵分2个路。师傅，你跟庞家，你们就沿着他这放学回家的路一直往那边找。我跟米勒、齐晨呢，我们在这个往那个方向找，看看你能不能发现有什么发现，好不好？好，来吧。哎，停车！齐晨，把老远他们调过来。师傅，快来我们这儿，有发现。
事故现场发现的纤维上的红色物质，经过检验是人血。我已经把样本送到了物证实验室，与陈多多的 DNA 进行对比。我还用偏光显微镜和红外光谱对路面上的纤维和陈多多裤子上的纤维进行了对比，两种纤维是相同的。这就证明了，这才是案发的第一现场。陈多多是在白山路失踪的，12点多左右出现在阳光街北路。通过现场的照片以及对轮胎花纹的验证，我们可以确定那辆车是一辆奇瑞 QQ。奇瑞 QQ 出现事故后，把陈多多运到阳光街北路，然后抛弃他。查全市的 QQ， 一辆都不能放过。肖云龙，知道为什么找你来吗？知道。我在白山东路撞了一个小孩。你报警了吗？警官，这事儿不赖我。那小孩横过马路，我急刹车了，我车刹住了，也挨上了，就碰了一点儿。小孩不禁撞，就横着摔了。我下车看了看，他手破了点皮儿，没什么大不了的。那后来呢？后来我就送他去医院了。哪家医院？白山社区医院。我花了100多块钱，交费的单子还在我车上呢。医生诊断的结果是什么？皮外伤，过2天就好了，没什么事儿。那后来你把那孩子送到哪儿了？后来他就回家了。回家了？你给我想清楚了再说。我明白了，那孩子家长想要点钱是吧？哎，我想起来了，前天晚上正好我值班，一个大人带着一个小男孩来看病，说是摔了一下，他没说是车祸。那个小孩伤在哪儿了？哦，膝盖上是摔了一下，我检查了一下，没有骨折，但是孩子的额头上伤得挺重，我看得缝针，我建议他们去儿童医院。我还跟那个男的说，最好拍个片儿，担心那个颅内出血。谢谢啊。不客气。焦云龙，从社区医院出来，那个孩子是怎么走的？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当时他闹得厉害，非要回家，后来他就自己回去了。焦云龙，你有孩子吗？有，我儿子9岁了。如果你的孩子头部受了伤，还需要缝针，你会放下他自己走吗？如果是你的孩子，你会不按医生的嘱咐送他去儿童医院吗？你先说说那孩子的情况吧。我把他带到了儿童医院，进去一问，给孩子缝针、拍片，得1000多块钱，这半个月工资就得搭进去。我还有孩子要上学，要吃饭，你说我能怎么办？再说了，这孩子也有父母，不会没人管。那后来，你把那个孩子放哪去了？我也记不清了。我拉着他从儿童医院出来，往城外走，看见人少的地方，就把他抱下来。我跟他说：“你没事了，回家找你妈妈去吧。”那孩子没说什么吗？那孩子哭，非要找他妈妈。我跟他说我有急事儿，让他在路边拦车。一会儿就有车
送他回家了。他身上还带了什么？背着一个小书包。小云龙啊，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不知道。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几点的末班车？几点？8点20。你把一个9岁的孩子夜里10点多放在这儿，你有良心吗你？我觉得，当时肯定有人停车，把他送回家。当时他伤得不重，而且他一直哭，哭得我头都疼。师傅，咱们按照他来那个路再往回看看吧。好。老哥，你看这儿，这应该是电动车转向灯灯罩的碎片。老哥，这还有血迹。季晨，哎，把这些都带回去做个化验。好嘞。赵科，结果出来了。陈多多的书包确实是被电动车给碾压过。我从书包上提取了一些物质，但是现在也搞不清楚这个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尽快搞清楚，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事故的真相。好。这个植物生长调和剂，全市是不是只有你们一家卖？对，我们是独家。你们这儿的员工，平时有没有一个是上班骑着一个黑色电动车的？电动车？没有，我们单位没有骑电动车的。那有没有电动车进入过你们单位的？哎呦，警官，我们是研究机构，外来车辆没有允许是不能进来的。哎，经理啊，哎，你们这儿的员工平时吃饭是自己做呢，还是叫外卖呀？他们加班，他们喜欢叫外卖。那个送外卖的那个人平时是骑什么车啊？哎呦，这还真没留意过。哎，他就是他。啊，好，谢谢你啊。哎，不客气。你好，你们是？我们是市交通队事务科的。今天呢，想过来跟你核实一下情况。哎，你们想干嘛呀？这是？我们找你有事儿，跟我们走一趟吧。你们要干嘛呀？我还要送盒饭呢，都在车上。还想着送盒饭呢？今天说不清楚，不会放你走的。11号晚上，你有没有发生什么事儿啊？干什么了？
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刚骑到河南桥东，那儿路特别黑，突然一个小孩冲我跑过来，我刹车来不及，就把他给撞了。真的不是有意的，他就这么朝我扑过来了，我都没看清是个什么东西。陈多多被焦云龙放在河南桥的车站附近，一个受伤的孩子摇摇晃晃地往回走，想寻找拦车的机会，可是没想到，又被电动车撞了出去。从现场勘察我们留下的血量来看，那陈多多在现场停留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所以现在呢，我们要重新回到河南桥的现场。下一张，下一张，来，你们看，陈多多身高在1.23米，左肋骨有明显的带状痕迹，宽度是27公分，造成陈多多多发性骨折。这左肋骨到地面的距离是67公分，我判断这是一辆越野车。所以我们现在还得回到杨河路北街，问他要答案。事故现场还远着呢呀！赵哥，琪姐，过来看看。哎，琪姐，你看，这儿怎么会有血迹呢？这离现场还远着呢。这儿好像有拖动的痕迹啊。这是拖动的痕迹。你们快看，这是个 U 盘。U 盘？U 盘里只有一个文件，是嘉兰盛世广告公司的一个创意文案。他修改的时间是下午5点37分。我们朱总最近特别忙，他什么时候来我也不知道。谭秘书，能不能请你帮我们确认一下，这个 U 盘是你们公司谁的？大家注意一下，有没有人看过这个 U 盘？真没看过这个 U 盘啊！谁的呀？这是？谁用了 U 盘谁就火喽！咱们公司啊要出 U 盘奇案了，快想想是谁的？没有人知道是吗？谭秘书，我们想看一下经理办公室。好。
这个人就是你们的朱总啊，对，这就是我们朱总。旁边的是他太太。对，是他太太。后边的那个斯巴鲁是他的车。嗯，对，是我们朱总的车。他平时开这辆车上班吗？偶尔吧，偶尔会开这车上班。哎，能不能把你们朱总的电话告诉我？我有些事情想跟他核实一下。朱总最近特别的忙，他爱人刚生小孩，他恐怕没有时间。没关系，我们可以去找他。朱总，11号河南桥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我们在勘察现场的时候啊，发现了你们公司的一个 U 盘。这个不太清楚。我平时工作那么忙啊，这些小事呢我注意不到。朱总，楼下停的那辆斯巴鲁是你的车吗？啊，是我的。11号晚上，你从鹤南桥到阳光街北路，发生了什么？我没去那儿啊。那天晚上9点多钟，我老婆羊水破了，我去医院了。我们在你车里提取到血迹，经过 DNA 对比，那是一个9岁男孩的血迹，你怎么解释？这个男孩你认识吗？不认得。据我们了解，你老婆是10点钟羊水破裂。10点钟之前你在哪儿？跟谁在一起？我们调取了写字楼的录像，那天晚上你是6点10分开车出去的。我跟我的秘书菲菲在一起。哎，这点他可以证明啊。喂，米粒，把那唐菲菲带过来。进来吧。哎，菲菲，不瞒你们说，那天晚上我跟菲菲在一起，后来接到我老婆生孩子电话，我就走了。是菲菲？哦，是，我能证明，朱总当天跟我在一起。唐菲菲，我再问你一遍，这个 U 盘是谁的？我的。说说11号晚上都发生了什么？朱总带我去见一个客户，谈到10点钟，突然他妻子来电话说快生了，他就打车去医院了，然后我开车去送客户。在路上。你开的车？我开的，朱总的斯巴鲁，在路上差点撞到一个小孩。什么位置？鹤南桥边上。麻烦你说清楚一点。是差点撞上个小孩，还是撞上了个小孩？撞上。说一下经过吧。那段路特别的黑，他突然就伸着手冲着我的车就过来了，我紧急刹车，但是那个前保险杠还是碰到他了。我下车看见他浑身都是血，躺在地上，我就把他搬上车。本来是想送到医院的，但是走了一半发现他没气儿了，我害怕。就把它扔到路边上了。哪个路边？我开了一段，挺远的，具体地方我记不清了。唐菲菲，能问一下你的右脚是怎么受伤的吗？打网球伤的。具体时间？1周多吧，当时连脚都沾不了地了，有医生证明。能麻烦你站起来一下吗？请坐。
你在撒谎。以你脚伤的程度，你根本就开不了车。说吧，是谁开的车？是我，警察，真的是我，就是我开的车，是我开的。赵科长，唐飞飞都交代了吧？车真不是我开的，我现在可以回家了，我得陪我老孩子。先别着急走嘛，我觉得你应该尽一个公民的责任。对呀，我已经尽到了，是另外一个责任。麻烦你把上衣脱了。我的上衣？如果你要是不愿意的话，我们这有人可以帮你。别动！请继续，衬衣。这个印记是你急刹车留下的吧？这个不是证据，你们定不了我罪。这张照片是11点39分在唐家山路口一个摄像头拍到的。当时驾车的就是你，你旁边坐着的那个女子才是唐菲菲。这张照片是你们在撞了那个小孩之后才拍的。这个唐菲菲呀，是我开的车。这唐菲菲在车上跟我吵着要涨工资，她一声比一声高。走到河南桥前面有个东西，我认为是个垃圾袋儿，就没减速往前冲。可突然间来这儿动起来了，我踩刹车打方向盘，还是把那孩子给撞了。后来你跟唐菲菲把那个孩子放到哪儿了？我们把它放在阳光街北路啊，这就是唐菲菲的主意。你们都搞清楚了吧？我都承认了，可以放了朱总了吧？为什么要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是我开的车呀，就是我开的车。唐菲菲，你该清醒一点了。你们朱总一家子1周后就要去加拿大了。唐菲菲，我劝你还是为自己考虑考虑，别再替他顶雷了。你这样不仅帮不了他，而且害了你自己，你知道吗？我爱他爱了10年，他有老婆我也没有在意过。我的车，我的房，我的工作，我的一切都是他给的。虽然这些都是物质，但是我能感觉到他给我的爱。那天，我看他那么无助的求我，他说马上就会娶我的。就在那一刻，我决定愿意为他放弃一切。
太笨了，这点事儿都干不好。朱耀威，你就是个混蛋！你骗我替你坐牢，你们全家去加拿大。朱耀威，你就是个混蛋！朱耀威。赵科，什么情况？我们到现场的时候，肇事车辆已经不见了，现场只有一辆自行车和一个伤员，这个伤员已经被送到医院去抢救去了。从现场看来，应该是一起肇事逃逸事件。这附近有监控录像吗？我们查过了有，就在前面那个路口那儿有一个，不过昨天晚上开始检修，已经不能用了。哎，米粒儿，过来一下。哎，伤者你们看到了吗？伤在哪儿了？看见了，伤在头部。这根据这流血的状况来看呢，这事故应该发生没多久。唐家，去通知一下指挥中心，排查所有可疑车辆。好。启晨，你这有什么发现啊？目前只有这些，还不确定车型，得拿回去比对以后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线索吗？小哥，我是这么看啊，这个事故啊，肇事车辆从南向北行驶，走到这儿，没有发现那个自行车，等他撞上了之后，发现了之后，司机才踩的刹车，典型的先撞后刹。自行车车晚上附着着肇事车辆的漆皮，地上还散落了一些大灯和后视镜的一些碎片。汽车和人接触的部位应该是腰部，所以我们敢肯定，肇事车辆的前机器盖肯定有破坏。没错。赵科，这里接到后报事故，在附近的川安小区门口，说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在昨天晚上发生的。现在伤者已经送到急救医院去了。这样吧，唐家、启晨，你们赶紧过去看一下，我们这边勘察完了，我马上过去。都预放好，路上小心啊！你好。你好。你好，我是事务科的，这是我警官证，我叫齐晨，他叫唐佳。您是李依依的爱人吗？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现在情况到底怎么样了？病人颅骨受到严重撞击，现处于深度昏迷，还需要进一步全面检查。情况就是这样。他的家属什么时候到？已经通知了。这样，那么只好等病人家属来。警官，你们谈。我们能向你了解一下情况吗？警察同志，怎么样？你们有没有抓到撞人的司机？你跟李依什么关系？你怎么会在这儿？我是他同学。昨天我接到医院的电话，说他出事了，我就赶过来了。那跟我们说说当时的情况吧。昨天我们同学聚会，聚得比较晚，我就送他回家。我把他放到家门口，我就走了。结果半路上我就接到医院的电话，说他出事了，我就赶过来了。几点送的李依？你应该记得吧？3点钟左右吧。你们聚会这么晚吗？啊不，聚会散得早。我们俩到了他家门口，在车里聊会儿天儿。聊天儿啊？聊多长时间啊？是这样，我们呢也好多年没见了，这次见面大家都很激动，所以就多聊了一会儿。走的时候还好好的，一转眼就躺医院里了。
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电话号码。如果李依依醒过来，第一时间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也谢谢你的配合。一定，也希望你们尽快抓到撞人的司机。放心吧，我们会尽力的。伤者被送到这里已经死亡了，死亡原因是失血过多。我跟老野初步检查了一下，死者的身上有多处的骨折，并伴有大量的内出血。哎，对了，腰上也没有伤痕啊？没有发现。他身上的这个随身物品就在这儿。这个都被血迹给扔模糊了，我也想办法看这里面是什么内容，说不定跟死者的身份有关系。庞家，仔细点啊！庞家，过来。谢谢，这是血迹啊！还有照片。好了吗？这还有碎片。还有碎片。还有照片。好了，好了。记得给我。说好了。技术科分析，从现场提取的轮胎花纹看是原厂轮胎，而且只有桑塔纳才有。从自行车上附着的漆皮可以看得出来，这应该是一款黑色的桑塔纳3000车型。什么人呢？大半夜的不睡觉开车来这儿？我也琢磨着，那又不是什么交通要道。师傅，看来这回还得用您的经验办呢。那米粒儿，您马上把咱们市的所有桑塔纳3000的资料全调出来，挨个查。哥哥回来了，查的怎么样了？查到了，事故发生在小区门口，门口呢监控录像也坏了，正在维修。不过我们还是在小区门口发现了一些血迹，还有一些黑色碎块。这些东西也不知道是从哪儿掉下去的，但是我觉得啊，它像是汽车上面的黑色零件，也不知道和这事故有没有关系。看看，你们看啊，这是淳安南路、淳安北路。根据我们的调查，那辆车的车型应该是一个桑塔纳3000，是从北向南直行，大概是在夜里的3点到3点半之间，直接碰上自行车，直接撞上去。从死者在现场倒地的位置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的这个肇事车辆时速应该是在100公里左右。从现场遗留下的车辆的碎片和那个自行车后部的痕迹上看，应该是直接撞上去。现在咱们分成2个组，米粒、老尹和我负责淳安北路路口的那个事故，方向启辰，你们负责淳安南路的那个事故，尽快破案。哎呀，同志们，你们觉得这2起事故太有意思了，一南一北，而且所有的监控录像都在检修，双星双难巧了吧？你们说是不是？您好，您是齐警官吗？我是李依依的同学刘志，我在医院呢。李依依已经醒过来了，您快过来吧。
阿姨，这是交警队的齐警官。警官好。李依依的妈妈还有她的家人。现在依依醒了，有什么话你们就问吧。李依依啊，我们想跟你核实点情况。我不认识你。你这孩子好可怜呀，连我这当妈的他都认不出来。依依，依依，你认识我吗？刘志。依依，没事了啊。刘志。没事了，依依啊，没事了。你看妈妈他们已经在这陪你好几个晚上了。我害怕，你让他们出去，你让他们都出去。依依，我不认识他们，你让他们都走，你让他们出去，让他们都出去。好了，作为病人家属，你现在心情我非常能理解，但是我的病人需要休息，这是医院，需要安静。几位警官同志，有什么事咱们借一步说话。因为病人颅内有血肿，压迫了神经，导致了逆行性失忆，所以他只记得刘志一个人。这可能是他最后见到的一个人。那他还有可能恢复记忆吗？这个逆行性失忆呢，它是一个暂时性的失忆，会随着时间慢慢的消失。但是要经过一个过程。这段时间呢，请刘志呢多过来陪陪他，说说话，这对他恢复记忆有一定的帮助。谢谢你啊，医生。不用。谢谢医生。刘先生，我们还想跟您核实一下那天晚上的情况。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那天我们大学同学聚会，大家10年都没见了，都喝多了。我呢，以前追过李依依，所以那天我们见面聊得也特投机。后来聚会散了，我送她回家，她非拉着我在车里聊天。大概3点钟左右吧，我把她放下我就走了。路上我又接到医院的电话，我就赶过来了，就这么回事。你开的什么车？宝来。你是酒后驾车吗？驾驶。赵哥，回来了。咳嗽了，哎呦，累死我了！我的杯子，什么线索都没查着啊！来，师傅。赵哥，你看啊，事故的时间，以及事故附近所有行驶过的桑塔纳，我们全部都查过了，就是没有肇事的车辆。咱们是不是疏忽什么了呀？死者的身份查到了吗？寻人启事登了，报纸登了。这死者身份不是有张火车票吗？上面地址是安徽阜阳，咱们也给人发了协查了，也没回信儿。死者身上那个半块碎纸，齐侦查的怎么样？哎呀，
师姐还在那儿查呢。不过都那样了，我觉得没什么戏了。医生，李一现在已经清醒了。他需要马上交5万块钱押金。他父母家里有事刚走，能不能缓2天？他这病挺严重的，耽误了治疗，你负责得起吗？想想办法，越快越好。知道了。好。喂，赵大哥，我是刘志。啊，赵大哥，我一个朋友住院了，现在急需5万块钱，还钱不是问题，我可以把车押给您。行，就这么着，谢谢您。刘志，哎，你别起来了。我想，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爸妈，你应该是对我最好的人了。嗨，为了你做点什么不行？哎，你忘了当年我是怎么向你保证的？我记得。嗯。帮我把包拿来。我这儿有10万块钱，别因为我的事儿再向别人借钱了。这儿有。嗯？钱？好好找找。没有啊，算了，不找了，估计是撞我的人拿走。你拿这张卡吧，去取5万块钱。嗯，密码是6个8。哎，就当破财免灾吧。嗯，以后咱们有机会再赚。最近我的资金啊也都占上了，以后等资金周转回来，咱们共同投资，把项目做起来。都听你的。嗯。行，那我去了啊。慢点啊。你们公司一共几辆车呀？小公司就2辆，就2辆，而且这么大的办公室还说是小公司啊？那2辆车一定是1辆是宝马，1辆是卡宴。您别逗了，那2辆车呀都是我们刘总私人的，1辆他开着，真是忙不过来了呀。他们家里还有另外1辆车。啊，那也是人刘总自己的车呀，那怎么能算是你们的车呢？这公司是刘总的呀。那你们刘总肯定开的是好车吧？什么牌子？跟我说说呗。嗨，就一桑塔纳3000，还不如他媳妇儿呢。他媳妇儿好歹也开一辆宝来呀。何颖呢？师傅去查监控去了。赵哥，你知道我有多厉害吗？我一共就用了2句话，就全给套出来了。刘志他们家一共有2辆车，他平时在公司开一辆桑塔纳3000，他妻子开一辆白色宝来，所以说这个刘志，他绝对有。我去医院也调取了李依依的病历，入院当天，她的腰部左侧确实有伤。这就对了，我们在李依依家门口的黑色镜片进行过比对，就是桑塔纳3000右侧反光镜的镜照。难怪我们找不到死者的伤口，原来那个镜片早就撞掉了。这2起事故啊，逃逸的车辆都是桑塔纳3000，在20分钟之内，又在同一条街道的2头。由此可以判定，这2起事故应该是同一辆车。现在呢，刘志的嫌疑最大，咱们就从他开始查，从他们家的车到他们公司的，到他同学聚会和他回家的路线，这些都要给我查到水落石出。哎，不对呀，他开的应该是辆宝来呀。据医生说，他接了电话40分钟的时候他过来，他而且还喝了酒。现在是最大的问题啊，还是这个肇事嫌疑车。咱们去刘志家吧。现在
嗯。你都好几天没睡了，不累啊？算了，走吧。谢谢啊。嗯，行，不客气。我说你们有完没完啊？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了。我们来就想跟你核实点情况。你丈夫平时都开的是什么车啊？我说过很多遍了，我们家就一辆宝来，根本就没有桑塔纳。再说了，我爱人根本就不会开什么手动挡车。你们要了解的我都说了，可以了吗？我走了。哎，反应怎么那么大呀？肯定有问题。那个保安已经说了，说他们家2个车位，他还一口咬定只有1辆车呢。那是因为那辆桑塔纳就没在他户头上。哎，女人啊，都小心眼，让试试。哎，干什么呀？王姐，开门！你要是再不给我开门的话，那我就去医院去找那个刘志，他好像正在陪护一个人呢。你瞎说什么呢你？他们陪谁呢？不是，他们，这赶紧走。不好意思啊。哎，你谈过恋爱没有啊？有你这么刺激人的吗？你懂什么呀？这叫激将法，一试准灵。哎，我说季婵，什么星座的？干嘛？你这情商怎么也太低了点了吧？不过你也比我强，你呢是情商低，智商高，我呢是智商低，情商更低。那个。我尽了我的责任，你好自为之吧。那警察他们是不是又来了？嗯，他也没说什么，就问我你开的什么车。你告诉他了？我说我记不得了。怎么了？姨，我好像撞人了。我说警察为什么问我你开什么车呢？那天送了你以后，我也喝多了，我迷迷糊糊，也不知道开到哪儿去了。开到一个路口的时候，我听见砰的一声，肯定是撞人了。可是我当时太害怕了，我就没下车就走了。后来酒醒了，我才反应过来，肯定是出事了。你得早点告诉我的，你也不用太自责呀，这只是意外。你是不是特别瞧不起我？
傻哥哥，怎么会呢？我这儿呢还有一张卡，你去取点钱吧，这里边有。拿着呀。你为什么这么对我？经过这件事以后，我才发现我能醒过来，就跟重生一样。我以前追求的那些东西，我觉得是那么虚幻。现在我才知道，其实有钱什么用都没有。到这时候才知道，要是没有你，我不会像现在这么幸福。大爷，您住这儿啊？哎，10年了。又是一个10年。你说什么？没事，大爷。哦，姑娘，你等人吧。别等了，现在的男人呐，都靠不住。那天被撞死的小姑娘，跟你差不多，在这儿等了一整天。晚上吃完饭，我们来遛弯的时候，她还在这儿等着呢。您说是在这儿吗？高高兴兴来的，哭着回去的。谢谢您啊，大爷，谢谢啊。师傅，明天一早带着庞家米良一起去刘志家，盯死王小妮。王小妮，我们是交通队事故科的。你们怎么会追到这儿来？姐姐，我们想参观参观你这辆好车，你不介意吧？你早就知道他肇事逃逸了，你还敢替他隐瞒？姑娘，你没结婚吧？你不会理解的。我这不是在帮他，我是为了我的孩子和这个家。听姐姐一句话，别相信男人，他们都不可信。那要是那样啊，你就更应该跟我们说实话，那样才是真正的帮他。喂，赵科，刘志那辆黑色桑塔纳已经找到了，人赃俱获，证据确凿。现在可以确定，刘志就是这两起事故的肇事司机。对，好的。你开车撞你的是不是刘志？你应该清楚。我记不太清楚了。王小妮，那个桑塔纳到底是谁撞的？后来又是谁开到那小院去的呀？我也记不清了。
你们这是包庇，就因为你们自私的想法，而让刘志夺去一个无辜的生命，还有一段美好的爱情。干什么呢？这么晚了，一个人？没事儿。怎么了？心情不好啊？就是觉得心里挺憋屈的。憋屈啊？怎么了？跟我说说。你说啊，女人一碰到感情这件东西，都是那么盲目和被动。你还真是会挑问题啊！你挑了一个我最不擅长的。之前是那个唐菲菲，现在又是李依依。你说他们俩的条件都挺好的，怎么一碰见男人，整个人都面目全非了？我觉得吧，可能就在感情的世界里面，如果你不付出的话，你就什么都得不到。那你说这个人呢？他就是想寻求一份真爱，结果现在连命都搭上了。咱们又不是当事人，你很难去体会他们的那些人的想法的。反正你也别想太多了，不要因为这些事儿而影响了工作。赵科长，赵大科长，你别每天都在跟我说什么工作呀、证据啊，我就不能有感情了？感情呢，当然可以有，但是季晨呢，你别忘了，咱们是什么职业，也别忘了这个感情放在哪儿。报警的叫徐朝阳，新水河大桥村的，事故就发生在新水河大桥的南侧，据说人已经快不行了，什么车也不知道。哦，又是死亡逃逸啊！那个路段特别黑，没有路灯啊。还没摄像头呢，这案子又不好办。苦哦。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当时大概8点40多，我和来福加班到8点半，我们俩前后脚走的。等我骑到这儿，就看见来福已经躺在这儿了，已经没气儿了。赵科，怎么没穿反光背心啊？呀，出门太急忘穿了，下回注意啊！看上现场去。好嘞。你离他有多远？听没听见撞车的声音？没有。当时这条路上，你还看见其他的车了吗？有啊，从我后边过去好几辆大车，但没听见撞车的声啊。听见刹车的声音了吗？什么响都没有。你还看见什么了？
哦，好像看见有火星。火星？是贴在地面上的那种火星吗？不明白。就是自行车倒地后与地面摩擦出来的火星。哦，不确定，好像贴着地面，但没多高，估计是有人扔烟头吧。赵克，你自行车我仔细检查过了，没有撞击痕迹。那周围呢？有没有其他的痕迹啊？依我看啊，像是自己摔倒的。这样吧，先勘察现场，然后咱们去医院。王佳，把这个案子的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好，这个事故现场啊，位于新水河大桥的南侧，它是个南北走向的道路，两边有隔离带，桥面宽是13.6米，然后道路平坦，没有照明，整条路上都没有监控录像。死者呢叫徐来福，报案的人呢叫徐朝阳，他们两个是一个村的，而且同时都在飞腾配件厂打工。案发时间是当天晚上的8点40分左右，他们两个下班，一前一后，中间的距离有几十米。从现场的勘查情况看呢，自行车是在行驶的时候向右侧摔倒，死者呢离自行车很近，呈倒卧状，现场的路面上也没有什么痕迹，尸体和尸体的衣服上也都没有撞击的痕迹。死者的致命伤是在头部，是因为颅脑损伤而死亡，但看其枕部的形态，又不像是车辆撞击形成的。我觉得也是，这个自行车啊和这个尸体离得很近，如果是汽车撞了，自行车或者这个尸体总有一个得飞出去吧？也就是说车速慢，飞不出去。到底是自行车倒地的时候跟地面那个划痕也不是现在这个痕迹。赵科，我觉得这很有可能是一起谋杀案。你们看啊，他的后脑被人用棍子打了一下，给打死了。不是，哎，就算不是谋杀案啊，那他肯定也是一起抢劫案，劫匪一棍子给他打死了呀。这样吧，赵科，转刑警大队吧。什么嘛！我早就检查过死者的口袋了，里头就几十块钱。这个案子确实是有点蹊跷啊。哎，如果不是交通事故，那徐朝阳在现场看见的那个火星又是什么？这就对了嘛。咱们现在得反向思维一下。现在的人多聪明啊，影视剧看那么多，都具备反侦查能力。所以说，你看啊，那帮劫匪看见徐来福身上没有多少钱，他就干脆他就不要了呀，为了混淆视听啊，对吧？然后那个烟头就是劫匪扔下来的嘛。我觉得行家说的有道理。现在劫匪谁看重这点小钱啊？对呀，就是也有可能吧，反正一切都有可能，是吧？反正这个案子啊，不管是他自己摔的，还是交通事故，咱们啊一切都得从头开始查。你丈夫生前有什么病吗？没有，身体壮着呢，连感冒都没有，好几年没上过医院了。我们家就他这么一个劳动力。那您家有几口人？上边有公公婆婆，公公残疾下不了地，婆婆也常年卧床不起，下边还有俩孩子呢，一个是小儿麻痹，他就这么走了，连个赔钱的主都找不着，就剩我自己怎么办呀？我现在真想，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了。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我们一定会把事情查清楚的，同时也请你节哀。你还得想想，你这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的，他们都等着你照顾呢，你一定要坚持住。那个，我问一下啊，徐来福生前和什么人有过节吗？没有，我丈夫脾气好着呢，从来没和什么人结下过什么仇。行，这和车祸有什么关系啊？您先别激动啊，我意思是说，我们从现场勘查，还有徐来福身上的伤痕上看，就没有明显的车辆撞击的痕迹，所以说不排除有其他的原因，你明白吗？还什么原因呀？这不明显就车祸吗？我还等着你们给我抓人找赔钱呢，我。大姐，这在路上发生的事故，它也不一定全部都是交通事故，也有别的可能。
现在呢，我们希望你能帮我们好好回忆回忆，我们不想放过任何线索。没有，我丈夫脾气特别好，真的没和什么人结过什么怨。麻烦您再仔细想想吧。哦，有，就旁边他们家那个小顺子盖后院的时候，墙高了一大截出来，把我们家后院光墙给挡了。我们家来福找他们说理去，那小顺子动手就打，把我们家来福眼睛都给打肿了，后来还动刀了，派出所就给他抓过去关了几天。那小顺子他就是个流氓啊。然后呢？后来怎么样了？村里说他违章超高，让他把墙给拆了，他就扬言说要了我们家来福的小命。这小顺子他平时都干什么呀？什么也不干，就好赌。哦，就爱在那个村头那个商店门口打麻将。谢谢啊。警察来了还打呢？啊！别跑！聚众赌博呢？没有，就玩。桌上钱怎么回事？赶紧收起来！上车吧。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我昨天晚上什么也没干。没干？你看见我们你跑什么呀？这不是见着你们了吗？哦，你看着我们就跑啊？你这不是心虚是什么呀？我告诉你啊，你肯定有事儿你。对呀，你们抓我干嘛？我最近可没犯事儿，就打会儿小麻将。没人问你打不打麻将。徐来福认识吗？哦，你们是为了徐来福的事来的。我向天发誓，他的死绝对与我无关。我是打过他，就那点事儿也不至于杀人啊。不至于杀人？我怎么记得你之前说过，说你要杀了他呢？有这事儿吧？我当时不是就说了一句狠话吗？就那意思。哎，警察同志，我倒要问问，徐来福不是被车撞的吗？他是不是被车撞的，不是你说的算的。你刚才说的都是实话吗？没半句假话，真的，不信你问他们。当时你们两个相距有多远？估摸着有40-50米。我当时出来晚了，正着急赶他呢。那当时现场还有什么其他人吗？哟，我忘了说了，好像有个手电筒的光朝这边打过来，我一喊就没了。周指队，经过我们这几天的调查呢，徐来福的这个案子基本上可以排除是蓄意谋杀的可能，而且呢，家属和医院我们已经走访过了，也可以排除是因病猝死的可能。我们在现场勘查的那个自行车，还有那个死者身上都没有撞击的痕迹，所以这起案子是在他骑自行车的过程中摔倒，导致颅内损伤死亡。徐朝阳在现场发现的是什么火星？事故发生后，是什么人打着手电经过现场，发现有人受伤，不去救人，反而关掉手电跑了？这里面一定有问题。不是说现场有大货车经过吗？查。这条路的连接线呢，北侧连着徐家庄，南侧呢就是市区的那个嘉禾路。那嘉禾路的东西两侧呢有2个探头，而且这条路再往北就是进入了红河县的那个大十字路口，那个十字路口也有一个探头。从嘉禾路口到清水河大桥，匀速行驶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大概是25到30分钟吧。而且从那个清水河大桥到红河县那个大十字路口行驶的过程应该是50到55分钟，可能徐朝阳报案的时间是8点40分左右。嘉禾路大概是8点，红河县是9点左右。黄家，
你去把这前后1个小时的监控录像调出来。好，美莲，跟着一起去。哦，好。8点13分，嘉禾路。这个时间段，通过这个地点的只有4辆大货车，有一辆是灰色半挂解放。他们有没有到红河县？到了，9点27分。哎，看，就剩3辆了。从嘉禾路过来的时候有4辆，现在少了1辆。10点39分的时候好像来过1辆。灰色半挂解放，把它放倒，看看车牌号。这就是那第4辆车。你们看，就这辆车，怎么了？这辆车出事了。前2天新水河发生了一起事故，我们现在就排查一下这样的车型。哦，哎，没听说呀。哎，你这样的车型一共有几辆啊？4辆。那个挂靠和外包的呢？没，我们这儿没有哈。23号晚上，你们这出了几辆车？10多辆吧。这种车出去了几辆啊？4辆都出去了。拉什么去了？拉煤，从柏树往红河。走的什么路线？从柏树走嘉禾路到兴水，然后奔徐家庄，然后到红河县煤炭公司。现在你这就2辆，那2辆车呢？出车了。那2辆什么时候能回来啊？一般都得后半夜了。好吧，那我们先看看你的车。哎，好，您看，王佳，这个。好的。来，签字吧。我们家人都死了这么多天了，你们还没查出来呢。我公公婆婆都疾病了，现在又没钱住院，谁赔给我们呀？啊！人家徐朝阳都说了，那天过去好几辆大卡车呢，你们去查呀。他抓了我们家来福就一定有印儿啊！你的心情我们能够理解，可是我们办案要讲究证据的。徐朝阳说的那几辆车我们都已经调回来了，现在正在查着呢。还查什么呀？他撞了人就一定有印儿，一看就知道了。你快让他赔钱呐！你放心，我们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绝对不会放过一个坏人的。科长，我跟你说句心里话，你看我们那一大家子人，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现在就我这么一个女的，我实在是没办法呀，我都不想活了。我们能理解你，你放心，我们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等不及了，我这心着急呀！我现在等不了了，科长。你先别激动啊，你们家的情况政府不会不管的，而且你冲着来福的父母，还有你那2个孩子，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啊！哦，对了，赵科，是这样，我想咱不是把那几辆车都排查了吗？司机咱们也看过了，尤其是第4辆车，我觉得这不是交通事故。
我觉得也有点蹊跷。今天早上回来的？对，今天早上回来的。昨天拉车去哪儿了？昨天送煤去了。大概几点钟啊？大概10点多钟吧。10点来钟啊。你们觉得那个平 C47519的那个司机，他有没有问题？你不会把他当成偷斧子的人吧？我那天问过他，我说那天你有没有停车？他说他那天拉肚子，中间停了好几次呢。我们那天重点查过他那个车，我特意去看了他那个右后方的那个车的地方有没有剐蹭，可是他确实没有啊，所以我就在想啊，他那天心虚，可能是因为他旁边站了一个这么风流倜傥、英俊潇洒的你，所以他有点心慌。你能不能说点正经的，庞家？我跟你说，拍马屁这招对我不好使，你又不是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吧，这事儿有点奇怪。哎，你们想想看啊，如果是有事故，那哥们身上肯定得有伤痕呐。没错，交通事故中存在于蓄意谋杀。从徐来福这件事上看，他等于0啊。如果是交通事故，他身上应该有伤痕，但是没有啊。不是谋杀，不是交通事故，身上一点伤痕都没有。那你们说这是什么呀？这咱们办案呢，还得要证据。走吧，停车场。事故现场我仔仔细细看了2遍，什么痕迹都没有。你还信不过我啊？大家。季晨，来，你来看看，看这个架子，这个左侧方是不是有点轻微的凹陷？这个对，还有底下那个支架，是不是有点向右侧偏？这自行车逮哪儿放哪儿，那有点磕碰还不正常啊？这个像汽车的撞痕。汽车撞了？师傅，你看看吧。哪儿啊？这儿。我看看。哟，来，甭说啊，好像是有点像轮胎的那。问题是，如果轮胎要是撞在这儿的话，这自行车上也得有痕迹吧？问题是现在这自行车上没有痕迹啊。我知道了。哎，琪姐，这是煤灰，总算是有了。唐家，马上传唤李金奎。好。李金奎，23号晚上你走到新水河大桥后，为什么掉队了？我不是拉肚子吗？停车了吗？没有啊。就你这车，
右后边第3排那轮胎哪儿去了？在车上呢。备胎呢？备胎丢了。哟，丢了？丢哪儿了？不知道。李金奎，你车上的现在那条轮胎其实就是你的备胎，而你丢的那条轮胎，我们帮你找到。你看看吧。行了吧，李金奎，还绕弯子吗？这物证都在这儿了，别绷着了。我交代。那天我车开到清水河桥头的时候，我感觉车身抖动。过了桥，我下来一看，发现车轮子跑丢了一个。来福，你怎么了？谁撞你了？快来人呐！救命啊！救命啊！快来人呐！来人呐！快来人呐！来人呐！人呐！为什么要跑？我知道我那车胎砸着人了。那你为什么不救人呢？我害怕。你怕什么呀？我怕承担责任。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这算肇事逃跑吗？那你说算什么呀？你明知道发生事故了，一不报警，二不救人，你说算不算肇事逃逸？赵局长，谢谢您。赔偿的钱我已经拿到了，他奶奶住进医院，我这心就放下多了。非常感谢，感谢你们救了我们一家子人的命，谢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谢谢，辛苦了，谢谢。